涡散15开始批量生产，这将给歼-20的终极版本带来什么变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国全面量产歼-20的背景下，关于配装涡散15终极版的歼-20何时亮相，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去年12月份，刘大享院士在2022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及南昌飞行大会上公开演讲中首次官宣，第4代发动机虽然还未装备，但是已经首飞了。几个月后，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项目负责人张勇在公开演讲的视频中表示，涡散15已经量产。张勇说，所有的技术瓶颈我们已经打破，涡散10、涡散15已经实现批量生产交付，材料已经固化。涡散19和5代发动机正处于选材阶段，涡散15的进度要快于涡散19。目前的涡散15可能只是小批量投产，但是同样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国人也为之一振。虽然来得晚了一点，但是涡散15版的歼-20还是来了。而且后续推力更大的涡散15也会不断出现。这个发展趋势，我们通过参考美军的 F119发动机就能够得出结论。现在的问题是，涡散15版的歼-20的出现对中国空军意味着什么？当然是对美军 F-22隐身战斗机在各方面性能上的反超，动摇了 F-22战斗机在超机动、超音速巡航等方面的优势。歼-20战机将由此而变成一款全球领先的第4代隐身战斗机。如果我们只考虑中国空军的发展，那么涡散15版的歼-20的最大意义就是应对美军的战略轰炸机的威胁，它直接关系着美军是否敢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问题。首先，从远程拦截能力的角度来看，歼-20拥有更优秀的超音速巡航能力，在最关键时候能够快速接敌。第一岛链距离中国大陆最远的地方是1000公里，一般战机以1马赫的速度飞过去得花差不多1小时的时间。假设歼-20拥有 1.6 到 1.8 马赫的超音速巡航能力，它就可以大幅度的缩减抵达第一岛链的时间。比如它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能抵达目标上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美军主要威胁还不是战斗机，而是来自西太平洋方向的美军轰炸机以及这些轰炸机发射的隐身巡航导弹。如果歼-20拥有更快的巡航速度，那么他们就能够在更远的距离外来拦截美军的战略轰炸机。可以这么讲，歼-20拥有超音速巡航能力，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破坏美军轰炸机对中国的威胁，这个作用具有战略价值。其次，仅从空战的角度来看，超音速巡航还能够让歼-20发射的导弹，特别是空空导弹的射程更大，或者呢以更快的速度摆脱高风险环境，它的战场生存能力也会因此而大幅度的提升。在实施空战时，涡散15的爆发力更强，就有更大的概率飞出敌方空空导弹的不可逃逸区域。过去歼-20飞行员就说过，只要进入超音速状态就是歼-20的天下，而涡散15的加持将进一步提升歼-20的超音速机动能力。而超音速空战将是未来第4代隐身战斗机之间的主要作战样式。涡散15的列装使歼-20的巡航速度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这将赋予空空导弹更大的初始动能。空空导弹的射程远一分就强一分，这个意义同样非常大。另外，由于涡散15拥有强劲的动力，还可以选择适配隐身性能更好的尾喷口，或者是推力矢量喷口，以提升其超机动能力和后向隐身能力。此外，涡散15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在最大使用寿命、
简化后勤保障等方面也可能获得突破，从而让歼20的出勤率更高，等于让我们拥有了更多能够参战的歼20战机。总体而言，涡扇15版的歼20的出现，终于让中国的隐身战斗机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美国的 F-22和 F-35，这对中国航空人而言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未来涡扇15的性能还会进一步的改善，而歼20战机的性能呢，也会因此而进一步的提升。美军的 F-22战斗机虽然列装的时间并不算太久，但是在歼20面前，它已经老朽了，不得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一旦丧失了重型隐身战斗机，中美两国先进战机的差距就凸显出来了，而这样的差距将会折磨美国人很多年。美国空军或许会把希望放在未来的第5代战斗机身上。就目前中美两国在航空领域的技术发展情况看，我军未来的战机在技术性能方面超越美军，可以说指日可待。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